如果说有一样资产没有任何的风险，保证每一年都可以让你稳定拿个5%的利息回报，而且价格反弹的空间呢有40%，也就是说，今天你100万美元投进去，你单次利息呢每年就会有5万的美元，相当于你每个月有4000亿美元，13万2的台币，3万2港币的被动收入。而且当你想要卖掉这资产的时候呢，你投入进去的这100万可能还会升值，变成140万。那么这样的资产你会想要吗？大家好，我是邵医生。你可能会半信半疑，这个世界真的有这么好的资产吗？你会发现股神巴菲特最近都不买美股了，他宁愿持有历史上最多的现金。但是很少媒体报道，巴菲特已经偷偷的在3个星期里面花了100亿美元买进了我所说的这个资产。这资产呢，就是被全世界誉为没有任何风险的资产，甚至说比房地产、股票更优质的资产，它就叫做美国债券，也就是美国向全世界借钱的欠条。那么为什么会没有风险呢？美国欠了全世界这么多钱，它不还或者还不起，这风险不是蛮大的吗？你会发现全世界国家，无论是欧洲、日本，甚至是中国，手上其实都持有大量的美债。也就是说，连国家都要带头借了大量的钱给美国。比如说中国每年出口无数的产品到海外，赚了无数的美元，那么这些美元放在钱箱里面呢，就会因为美国不断的印钱而贬值。钱贬值了，就相当于拿自己的生产力去换一堆越来越不值钱的钞票，就等同于白干。所以呢，就必须要找到一个稳定可靠的资产去投资。所谓的稳定呢，就是你卖的时候就会有人接盘。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很变态，你知道吗？全世界都好像抢着买美债，也就是抢着借钱给美国。就好像现在中国就算在卖美债，但是日本、欧洲很快就会自动填上，马上接盘你不要的美债。这借钱的游戏呢，好像永远都不会结束一样。为什么？你借钱给一个人，你就要看他抵押的东西价值够不够，还有赌他这个人会不会刮掉吗？那么我们看美国，无论是它的军事还是说经济，都是世界第一的。要让它灭国的可能性呢，就有点低了。然后全世界都要去存美元作为外汇储备，因为买个芯片、黄金、石油什么的都要用美元。而最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借的是美元，就算它资不抵债了，它钱不够还的时候，它可以印钱来还给你嘛。简单来说，它可以发新债来弥补旧的债。加上它有无数个收割全世界的方法，上一集的影片呢有详细的交代，所以全世界都会愿意相信美国大到不能倒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而是他们不能不相信，因为全世界都借了钱给美国，就等同于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如果美债崩了，全世界借出去的钱呢就收不回来了，收不回来的话，那大家就是一起死嘛。所以全世界都会想办法供养着这借钱的人，他还不上钱了，就借更多的钱给他，帮他买更多的美债。但是问题来了，最近美债好像卖不动了，就好像大家开始不借钱给美国了，甚至有一种说法就是全世界持有美债最多的就是中国嘛。那么只要中国卖掉所有的美债，美国就会立马的崩盘，全世界就会引发金融危机。所以呢，美国就派了很多的外交官去了中国，希望中国不要卖美债，要买美债。真的是这样吗？美债到底有什么风险？回报这么高，到底可不可以买呢？为什么最近中国也发行国债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商人和投资人又会把钱怎么布局呢？如果你是一家之主，你错过了这些超级重磅的突发消息，你错判了形势的趋势，那么你所有的财富、现金、存款、房子还有其他的资产，可能都会通通的受到冲击。因为当政府可能都不能保护我们的时候，你就算没有想过赚钱，但你什么都不做的话，不再就是越来越穷那么简单了。毫不夸张的讲，更可能世世代代都成为了奴隶。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掉入这个世纪最大的陷阱，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经济复苏的暴富趋势，那么你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呢，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首先，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持有美债最多的国家，但是最近中国不断的卖美债，卖到15年以来的新低了。
也就是说，这15年以来，中国借给美国的钱呢，都要拿回来。所以很多人就会说，中国不借钱给美国，美国就会崩溃。真的是这样吗？你会发现，美国它不但没有去思考怎么样快点还钱，减少自己的负债，而且还主动申请提高自己借钱的上限，打算向全世界借更多的钱，欠更多的债。为什么？对啊，美国是真的欠了全世界34万亿美元没有还。而里面呢，中国之前也是真的借了最多钱给美国，但是借了多少呢？其实只是这34万亿里面的2.4%。就好像我向无数的人借了100块，今天呢，你是借给我最多钱的人，然后呢，你要让我还钱，还多少啊？2.4块。如果说我把这2.4块还给你了，然后呢，我就会破产了，你觉得有可能吗？我告诉你，市场上面有30%的债都是一些大财阀或者是散户借给美国的。也就是说，美国欠的这34万亿里面，其实只有不到40-50%是真的美国向全世界借的钱，其余的5%到60%的债呢，都是美国自己印钱，然后借给自己的。等同于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就印钱，然后把钱呢借给我自己。也就是说，我需要多少钱，我就自己去印，印完了之后呢，就给自己一张欠条，然后就拿着新印出来的钱去花就好了。你可以这样理解的，美国国债就是一张欠条，那么这张欠条呢是可以卖出去的。比如说今天我借你100块，承诺1年以后呢还你110块，也就是10%的利息。那么你突然间需要钱了，你不想要等1年以后，你就可以把这张欠条卖给其他人。比如说你把这张欠条卖给小明105块，那么呢你就赚了5块嘛。而小明呢用这105块买了之后，他1年以后就可以向我讨债，拿到110块，也就是赚了5块嘛。所以美债呢是可以用来买卖的，美债的价格越高呢，它的利率就越低。比如说现在的价格是100块的时候呢，我就要给你10%的利息。但是当无数人都想要买美债的时候呢，美债的价格就会涨到200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只需要给你2%的利息，很简单，你要不要？你不要的话，还有无数人想要。也就是说，只要有无数人愿意借钱给美国，美债的价格呢就会提升，美国需要付的利息呢就会减少了。你思考一下，你可能需要借100块，但是这个世界如果只有10个人愿意借钱给你的话，每个人借10块给你，你就刚好有100块嘛。那么你为了让他们都借钱给你的话，你是不是就要给他们高一点的利息呢？比如说10%呢？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有1万个人抢着借钱给你，每个人借你10块，你是不是就能够借到10万呢？但是现在你只需要100块啊，所以你就并不需要用很高的利息去吸引别人借钱给你，你只需要找到10个愿意借钱给你的人，然后给他们2%的利息就够了。也就是说，美国自己印钱了，然后拿印出来的钱去买美债，其实就是为了增加市场上面愿意借钱给美国的人，所以美国就可以用一个低一点的利息呢，去向全世界人借钱。而且美国财政部那边呢，一直提议取消这个借钱的上限，意思呢就是可以无限的借钱。其实跟我要赖账是同一个意思的。无限额度的发债呢，其实就等同于只要我一缺钱，那么我就可以借钱，其他国家或者人民呢不借钱给我也没关系的，那我就自己借给自己嘛。只要我打开这印钞机，电费是足够的话，那么我想要买个太阳下来都是可以的。今天呢，你催我还钱，你不借钱给我是吧？那 OK 的，我自己印钱，然后把钱借给我自己，这个叫做新债，然后我就拿这些新债还给你，这就叫做借新债还旧债。所以本质来说呢，其实他1分钱都不用还的，因为今天我欠了你100万美元，我就还你100万美元就好了，你不要管我这100万美元是印出来的还是偷来的，对吧？我还给你，你收还是不收呢？如果正常来说，这钱肯定是不收的，因为这跟大富翁里面的游戏钞票是没有区别的。但是现实是你必须要收这钱，因为你去买石油、买武器、买芯片等等，甚至跟全世界做生意，都必须要用我的美元。而且一旦全世界都不借钱给美国了，美国就只能自己印钱，那么美元呢就会瞬间的变得不值钱。这时候呢，你们跟全世界做生意，辛辛苦苦赚回来的美元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啊！就好像当年的日本，他当年发明了无数的新科技，美国人呢就去日本买了无数的什么家电啊、汽车啊之类的，那么你日本人呢就赚足了天量级别的美元。结果一个降息，无数的美元贬值，然后日本才发现
自己拿生命生产出来的汽车，到头来跟美国人换来一堆大富翁的钞票，房市和股市呢就瞬间的崩溃，然后呢经济就失落了30年了。所以就算全世界卖掉美债，美债也不一定会崩盘，因为它还可以自己印钱嘛。但是印钱的话，美元就会不值钱了。那么美元不值钱的时候，吃亏的是谁呢？是全世界啊！你思考一下，美国借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花钱嘛。花钱去什么地方？就是去买入全世界的资产嘛。也就是说，美国的资本家拿着美元去买走了你韩国的三星、LG， 还有日本的5大商社，而你呢？就手握着美元。也就是说，真正拿着美元的不是美国的资本家，而是全世界。美国资本家拿着的是你们辛苦建立起来的资产，比如说企业啊、土地啊、铁路啊、银行啊、矿场啊等等，你都卖给了美国。你要的是人家的美元，人家要的是你的资产，是背后操控你这个国家的主权。所以美元不值钱了，其实只是你们全世界手上的美元都不值钱了，就等同于你辛苦赚回来的钱都变成废纸了，吃亏的是你们。但是美国的资本家呢，拿着你们国家的资产到处逍遥自在的。今天美元不值钱了，对吧？那么美国资本家手上的房地产收的房租呢，就不收美元了，我们就收黄金，收比特币，对吧？我就换一种货币。所以什么叫做美元霸权呢？其实严格来说应该要叫做美元绑架。你全世界不能让我美元倒，一倒呢完蛋的就是你们。如果我不倒呢，我就继续印大富翁的钞票，用新债去还你们的旧债。钱对美国资本家来说算什么呢？钱只是他们的工具，也就是说美元流通的范围越大，它能够收割的资产就会越多，能够控制的国家呢就越多。能听懂了吗？所以如果这些趋势你都不懂得怎么去看，如果你不懂得在熊市来临之前逃生，你就会把你省吃俭用起早贪黑去上班的辛苦钱全都亏掉。更惨的是，有的人还不做任何投资，到头来换来什么结果呢？可口可乐 CEO 很厉害，对吧？他的年薪是5000万美元，然后交了税就没了一半了。但你知道巴菲特投资了可口可乐，不劳而获了，年赚了5个多亿美元，这是被动的收入。因为他拿了不断贬值的钞票去换了源源不绝生财的资产，他不需要管理公司，不需要想营销的策略，不需要思考产品的定位，他只需要在一个最佳的时机去买进，并且做好风险管理，然后就直接财富自由了。所以你是想要辛辛苦苦的成为下一个可口可乐的 CEO， 还是轻轻松松的透过股票让钱去帮你打工赚钱呢？如果你是选择后者，如果你想要摆脱上班的无限轮回，如果你希望成为我的弟子，学习我们被市场见证的股票自动赚钱系统，就马上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学习我的股票投资班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去美元化，就是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找一种货币来取代美元。而这里面呢，就有一个超级重磅的突发消息。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财富、现金、存款、房子，还有其他的资产，可能都会通通的受到冲击。所以注意听了，就是中国居然发行了1万亿超长期的国债，也就是向全世界借1万亿。什么意思呢？一直以来中国的负债呢，占据了 GDP 大概是280%左右。这 GDP 就是说中国赚到了钱。而负债占据 GDP 的280%呢，也就是整个中国欠的钱比赚到的钱多2-3倍。所以其实中国呢也是有负债问题的，但是你会发现，中国欠最多钱的是做生意和投资的企业。这280%的负债里面，他们呢就欠了180%。所以扣除掉这些企业欠的180%，其实就会只剩下100%的债。而这100%的债里面呢，又有70-80%都是老百姓借走的。比如说他们想要买个房、买个车，所以就会借一些贷款。也就是说，剩下的中国政府的负债，甚至可能是少于20%。那么问题来了，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商呢，很多都因为借太多钱，然后资不抵债的爆了。这时候呢，中国的房价下跌，老百姓呢又担心买房以后房价会继续跌，所以大家都不买房的情况下，这些房地产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房地产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脉。比如说买了房的人，房价涨了，赚钱了，他们就会去消费，就是大家都会愿意去花钱，经济才会好嘛。
然后房地产呢就带动了无数的行业，比如说买个房要找个律师，找个房仲，找个设计师、装修师，盖个房要找个工程师等等。这些人如果因为房地产不行了，他们可能就赚不到钱，甚至失业了。所以中国目前的失业率是蛮严重的，也就是说做生意要破产，中产靠投资的又赚不到什么钱，打工上班的又失业。所以这段中国的经济危机里面呢，中国的企业它也不能借更多的钱了，而中产呢也不敢去借钱去投资去消费。就是说中国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把钱存在银行是最安全的，所以你可以去看看中国的货币供应。中国呢不是没有钱，而是中国人在危机里面就喜欢把钱存在银行，什么未雨绸缪啊，击鼓防饥啊，对吧？所以当中国的国民都不花钱的情况下，那么中国政府呢就直接自己下场花钱了。但钱从何而来呢？发债啊，也就是说中国向整个市场去借钱。为什么要借钱呢？很简单，借了钱之后呢就可以花钱了。那么借谁的钱呢？全世界的人的钱啊，谁都可以去买国债借钱给中国政府嘛。但是最重要的是借中国政府他们自己的钱。刚才说了，政府跟自己借钱是什么意思？我钱不够，所以我需要跟自己借钱。那这个钱怎么来呢？直接印出来啊。一样的，本来一个政府是不能随便印钱的，那么就写个欠条嘛，由中央的政府去印，然后把钱借给政府。政府借到钱之后呢，就可以代替企业、国民去花这笔钱。比如说去刺激房地产，去搞一些基建投资，去给中国的新能源车发一些补贴，发一些福利等等。也就是说，当大家都不花钱，把钱存在银行的时候，政府呢就可以向大家借钱，大家不借呢也没关系，直接去印钱，自己借给自己。那么借到钱以后呢，就可以代替国民去直接花掉这笔钱。其实跟美国是一样的，美国就是这么玩的嘛，金融嘛，就是不断的借钱加杠杆，就好像黑魔法一样。只不过美国玩了很多年这个黑魔法，好像玩到走火入魔了，像个伏地魔一样。而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呢，都是赚到钱以后才去花钱的，不怎么接触这个黑魔法。而这一次中美贸易战里面，中国想要打败黑魔法嘛，所以可能就必须要靠黑魔法才能打败黑魔法了。为什么？你思考一下，今天如果你是比尔盖茨，你手上有天量级别的现金，为了不让这些现金贬值呢，你就必须要把钱放在目前全世界最安全的资产，也就是美债上面。那么今天突然间全世界第二大的市场中国它要发债了，它也要借钱了，而且这钱呢同样不怕还不了的，因为中国央行呢也可以印钱接盘嘛，可以保底嘛。那么你会不会有点心动，把你手上一部分的钱去买中国的国债呢？就好像我们做生意的，我们去日本做生意，虽然说可以用美元，但是手上也必须要有很大一部分的日元，那么日元放在手上就会贬值嘛，那就可能要拿去投资了。而比如说 Tesla、苹果、微软，还有其他国际的企业，他们都要跟中国做生意嘛，因为中国的人口多，市场大，所以他们手上就必须要有人民币。而手上的人民币呢，没有找到投资机会的时候，就必须要找一些安全的资产来投资。以前可能换回美元去买美债，但是现在他们有很大的机会去买中国国债。而在什么地方买呢？香港嘛，因为香港是可以直接用美元换港币或者是人民币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我会卖掉之前获利的美股、比特币、黄金，然后转去买港股的原因。比如说比特币，我买的时候呢是4万5左右，它涨到6万7左右的时候呢，突然在一天里面出现了暴跌，而且伴随着惊人的成交量。那么在牛市里面出现这种特征呢，其实就是一个大户要出货的警号，而且它已经触发到我的止盈了，所以我就在6万7左右就卖了，把盈利落袋为安了，把比特币换成美元了。那这些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我都有影片为证的，都是有痕迹的。而我卖了之后呢，比特币很快就冲到7万3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不会后悔的，因为我在2月买3月卖，我的利润已经有大概50%左右了。我们没有水晶球嘛，怎么能猜到顶部在什么位置呢？我不需要去猜去赌，我只需要在利润足够的时候，在大户出货警告出现的时候，获利离场就够了。而比特币后续的结果呢，大家也可以看，它4月的时候呢，就从7万3暴跌到5万6，虽然有时候可能会反弹到7万3，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不会在这段时间交易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赚钱变困难了。
风险变大了。我前面的话闭着眼1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就赚了50%，我做到了这个牛市的趋势。但是现在比特币的波幅是非常大的，很可能我们买完以后就跌了，触及到我们止损之后它又涨回来了。如果这时候又买的话，那它又有可能继续跌嘛，对吧？而且最重要的是，比特币在这段时间的波幅风险就已经增加到20%了。就是你100万投进去，它就会跌20%，你就只剩下80万了。但是如果你这80万想要赚回这100万，你却要有25%的利润，也就是说，当你亏了20%的时候，你就要有25%的回报，你才能把你的本金追回来。我说的只是追回来而已，还没有开始赚钱啊。那么谁能够保证比特币一定会反弹呢？它能不能出现不反弹，然后就一直跌下去呢？还是可以的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除非大户重新的进场，突破73000红色这一条压力线，否则我宁愿把资金套现，在这段时间不去交易。美股也是一样的，前段时间我们买的 Nvidia， 闭着眼买都能够赚钱，因为它在牛市嘛。但是突然间也是一样的，在一天里面出现暴跌，而且有天量级别的成交量，那么这也是大户要出货的痕迹和警告嘛。所以我们自己呢，就分别在这些日子里面做了止盈，卖掉所有的股票，而随后它破顶了，创新高了，那这些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赚的是最安全，同时利润很大的钱。前面牛市，我跟我的弟子利润都已经很不错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冒这些风险嘛，所以我们就会获利离场。但是很快 Nvidia 也是暴跌了20%左右，这段时间呢，我们也是不会做任何买卖的，因为赚钱也变困难了。我们不愿意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承受这20%的风险，这就好像一辆列车一样，本来是在牛市里面跑得挺快的，但是突然间就脱轨了。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预判到它有可能脱轨之前离开这辆列车，等到它回到正轨以后，我们再重新的登上这辆列车。就好像现在 Nvidia 重新的突破红色这一条压力线，那么我们也还是可以重新的找一个买入点去买入啊。什么叫做取易不取难呢？就是因为比特币、黄金、美股，它们都在暴跌20%的时候，有一项资产却在暴涨。那为什么我们不去投资这个资产，或者持有现金呢？为什么要一直在一辆脱离轨道的列车里面呢？你怎么能够保证这一辆列车就一定能够重新回到轨道呢？所以我就利用了这段时间去投资了港股的小米，也是有影片和交易记录为证的。那时候我说我会在17.6的时候呢买入，把止损设置在17块左右，所以我亏的话，我就是亏0.6块，也就是我只需要承担3%左右的风险。但是如果我赚的话，小米下一个压力位就是20.35，我就有大概15%的利润，这个就等同于我亏的话就会3块，但是我赚的话就能够赚到15块，而且赚的概率还是蛮大的。那这就要在股票投资班解释了。那这样的买卖我们愿不愿意做呢？那肯定是愿意的，所以我就在17.6和18.3左右分别买了小米的股票，而最后果然这股票涨到下一个压力位20.35的时候就没有动力涨上去了，然后我就获利离场了。所以比如说我在美股上赚了100万美元，但如果说我继续投资美股，我要面临的就是先亏20万，然后不知道会不会涨回来的风险。就算现在真的是涨回来了，我也只是回本到100万，但是如果说我拿着美股赢回来的100万换成港币投资到港股，我就赚了15%左右，这钱呢在这段时间就流动起来了，变成115万了。那么当美股牛市的趋势真的会延续下去的话，我又可以重新的上车了，只不过我的本金已经从100万变成115万了。能理解我们的思维吗？所以当中国政府发债，那么很大的机会呢就会把借回来的钱去刺激经济，去投资。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市场上面有内幕消息的大户呢，他们就会优先的拿这些聪明的钱投入到股市里面，所以港股就暴涨了。但是暴涨的时候呢，这中国要发债的消息还没有公布出来，但是整个上涨的趋势呢已经呈现了。也就是说，决定你赚钱还是亏钱的，并不是什么别人恐惧我贪婪，越是熊市我越要抄底，然后长期持有，也不是靠什么新闻还有内幕消息，更不是什么基本面财报之类的，
而是说你知不知道如何在价格上涨和暴涨的趋势里面最低风险的经常买入，如何在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我们玩的是一个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我们玩的是一个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抛个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赚100块。但是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就只是亏1块。但是很多人说啊，我以前的课程太贵了，你走不进来我的课程。来，我们结个缘。接下来我送你们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那么而且现在比如说英法德都宣布绕过美元来交易了，尤其是俄罗斯跟中国最近就大手笔的在卖美债了，套现美元，然后用美元去买黄金了。就是因为现在卖美债还有其他国家接盘，比如说日本，它现在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为持有美债最多的国家了。我告诉你，美债的这个游戏呢，之所以一直以来可以持续，其实就是因为当初他们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血。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发展的特别快，负责成为了世界工厂，帮全世界做生产，所以呢才会发展的这么快嘛。其实说白了，就是已经发展好的国家会拿着钱去跟发展中的国家换取劳动力，很简单嘛。已经发展好的国家就是有钱的国家，那么有钱的国家他自己是不会干活的，跟这社会是一样的。我们投资人不会去工厂去做生产的，我们是拿了钱去聘请工人来帮我们生产的。所以呢，当美国用钱买下中国的劳动力之后，中国呢就有大量的美元，而这时候呢，美国就可以向中国借钱，然后继续的买下中国的劳动力。简单来说就是不断的吸血嘛。但不止中国，其实美债可以永无止境的接下去，就是不断的在吸发展中国家的血，然后来供养自己。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有钱的国家已经发展好的国家抱团在一起，然后去剥削没钱的发展中的国家。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说中国或者是其他发展中的国家抱团了，他们不需要美元了，那么美债的游戏就会到此为止了。就好像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合作了，用人民币买石油了，用人民币买天然气了，然后除了高端一点的芯片做不出来，其他什么飞机大炮都能够做，那就不需要用美元来交易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发展中的国家其实都在抛售美债啊，美国就只能强迫其他发达的国家去接盘，去吸他们的血来为自己续命。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欧洲那些货币呢就不断的贬值，经济呢又不太行，但是很奇怪，他们的股市、房市却在暴涨。其实这就是美国资本家的提款机而已。所以巴菲特他持有大量的现金，但是他不买美股，而是去买美债。他告诉你，美债不会崩盘的，因为这个世界除了美债，其他的国家没有更多更好的其他选择。考虑到通膨、威胁全球经济状况的危机，以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等等各方面的因素，现在美国的国债规模呢，其实并不算很大。那么巴菲特言下之意嘛，就是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取代美元，只要美元一直霸权，美债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资产。但是问题来了，巴菲特买的是短期的美债，就是3个月到半年左右的美债，他没有买10年、30年的美债，所以看起来巴菲特好像是在抄底美债。因为现在美债的年利率呢是有 5% 左右，而且从140块美元高位跌下来，到现在100块美元左右，一旦从100块反弹到140块，就会有 40% 的回报，好像是很吸引的。实际上呢 5% 的是年利率，巴菲特买的是半年期的债券，也就是说利率呢是减去一半的，实际上它只有 2.5% 左右的利息，而且它也只是持有个半年左右。可能有2个原因嘛。第一呢，可能它是有什么内幕的消息。我们知道巴菲特虽然说是价值投资，但很多时候它都更像是投机一样，每一次刚买然后就会暴涨，这些我就不多说了。具体怎么跟巴菲特去布局的，你可以等一下看我之前的影片。我想要说的是，巴菲特看到的可能是美国距离降息不远哦，因为一旦降息呢，短期美债的利率就很大可能会跟着下降。之前也说了，美债的利率呢是跟美债的价格是相反的，利率越低呢，价格就会越涨。那么巴菲特买入短期的国债，
可能就是冲着美国降息来的去抄底，他想要赚国债上涨的钱。而第二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单纯的因为持有现金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投资点东西收利息嘛。而就算美债要崩，也不是这几个月的事情，所以呢，短期的美债是最安全的。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不会碰美债的，很简单，长期的话，我房地产收租滚起来的雪球呢，比美债那5%的利息还要高啊，因为我可以借钱加杠杆，而且我收的房租呢都是不断的加上去的。加上我个人呢是不太相信这个美债借钱的游戏可以永无止境的玩下去的，所以我不会买10年、30年长期的美债。短期的话，像年头的时候，我买了黄金、买了美股、买了比特币等等，然后就疯狂的暴涨，获得了比较满意和丰厚的利润。这些呢都是有影片证明的，不能骗人的，所以我何必去买美债呢？而且美债就算不崩盘，它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啊，它从140块跌到100块，已经跌了28%了，而且整个趋势呢都是在下跌的，谁能够保证它不会再继续跌下去呢？而且如果你买的是30年的，你就要等30年才能把这个钱拿出来，这钱你突然间急着需要钱去用，那么你就必须要把美债卖出去，那这时候你也可能是亏钱的，因为美债现在就是在下跌趋势里面嘛。甚至说你真的持有个30年，这笔钱呢其实已经输了使用的时间。这笔钱如果你成为了我们的弟子，那么你认真的去学，就算有的弟子没有那么聪明，我们平均做到20%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前提呢就是先看完股票投资班。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